而大本营的钓友们这时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放竿开钓了。不过今天的天气状况并不理想，渔获会如他们所愿吗？这的是，主要我们今天来钓的是竹林细鱼，属于猎腹鱼的一种。然后我们的话现在在流水里钓，可能大毛老师他们已经到上面大坝那儿去环水里。大毛老师说他想尝试他自己新的钓法，我们呢依旧是采用我们这本地传统的钓法来钓这个无鳞细鱼。这种看竿尖子的传统钓法，灵敏度稍有欠缺，但是重达200-300克的铅坠却是急流中的制胜法宝。可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铅坠在岩石繁多、地形复杂的激流中非常容易卡死，这种时候就只能选择蛮力拽线，换上新铅砣了。一天垂钓下来，更换10个8个铅砣都是常有的事。你看我的朋友又被把线卡了，这一块的话可能看着是平，水比较缓，但是水底的话可能有很多石头，容易卡线。因为在我们这儿，我们钓的都是这样的铅坠，都是拿这样大的铅坠去钓，然后把子线绑好的子线的话就绑在这上面，主线上面，是拿这样的方法来钓的，所以说可能有经常卡线啊什么的情况。当地钓友还在重新更换铅砣之时，前方的大毛一行终于找到了一处相对适合的钓位，同样是一处回湾，算不上完美的钓点，但是好在危险系数降低了很多。由于水体开阔了一些，回湾的水容量增长，水面看似平静，实则水下波涛汹涌，暗流湍急。可是此刻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雨神啊！雨神来了，下雨了。这边水好像缓一点啊。是从那边下，从这下。好，没事。要安全也就这块安全一点了。是不是？试一下吧。试一下了。那就这样喽。开始。就开始吧。先拿装备，我们先试一下吧。行吧。哟，这回只能用新的。这都用哎呀，就跟打仗似的，刚才一阵狂风，现在呢，看起来会不会下我也不知道。这边的天气真的，高原的天气说不准。先不管了，可以。我行，就怕你不行。交给我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要把你自己保护好了就行了。因为我们常年在野外钓鱼，走的都是这样的地方。但是一岁年纪一岁人啊，真的是也不容易了。我今年也50多岁了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安全。真的，我们开头选那个地方可能比这个地方好，水要更缓一点，但是上面的落石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说上面的落石太多，我们这个相对的呢，这个落石要好一点。你看，这个山形你看。最多对面有点落石，对我们这边不影响。好，我们着个底。今天我跟香格里拉钓友啊，这一大帮钓友陪我到金沙江这一个支流来钓。在上面看还行，但是下面也是不行。到下面这个水啊。你看这能看到这个整个江的这个对面的话呢，水很流，我们这边的水呢就稍微缓一点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想用面饵钓一下，因为当地的钓友呢一直都是属于探钓，都是你们能看到这些石头都是不安全的，很多石头都是不稳的。用了一包龙兴的这个狂盗几1号，这个呢是龙兴的，是拉饵。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去着底了，而且着底可能是挂，可能我全部是要用打浮的方法去钓这个鱼了。我还是把新饵
量加大一点，加到70%。金龙1号级呢，这是奶香的，也是拉饵这个呢我加到30%，我就把它做成拉饵去钓它。垂钓正式开始，一切就绪。可是同期的当地钓友那边已经迎来了首条目标渔获——猎腹鱼。卡钎卡到心痛，已经有人开始选择用石头代替铅坠了。然而经验丰富的老钓友李少春，却好像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他们钓那个位置不行，那个地方水太平了。我在钓这个地方是水花有，水相当陡，急流。所以鱼了嘛，一般都是在水有一点急流的地方，它才会在。他们这个钓不到的原因就是水不行，水质不行，而且他们打得太近了，我打的是太远了。我打了现在有15米左右吧，我打到花水里面，鱼一般都在花水里面。流水呀。这是真正的野钓了，没有比我这个还野的了。我看了，游钓中国拍了这么多期，一次是在那个福源是有这么野，那个是打抛竿了，专门打流水，那个流水比这个还流啊，往这里打下去，我那拖多大的拖，都是，哎呦，300克、400克的拖，打下去就到这里，比这个流水还要厉害。大毛依旧坚持手竿寻钓，而当地钓友那边情况乐观，已经有了好几尾渔获，让我们见识了激流中传统钓法的威力。我们已经上钩了，我们上钩了，你看，我们已经上钩了啊！我们已经上钩了，鱼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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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钩了。但是不行，但是钓的那么大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我钓的那个是急水，急水里面就是线就是不容，线就容易绞死掉。风太大了，风一大鱼竿就甩了，所以就是鱼吃不吃的这没有什么反应了。马上就要下大雨了。大风渐起，山雨欲来，钓友们准备收竿。大毛那边伴随着大风的吹起，水流愈发的乱象，抛竿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垂钓可能无法继续进行了。现在你看风又大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快6点钟了，天也快黑了。现在风已经变天了，一看这有点下雨，我们准备收。收吧，收吧，收了。看来外来的和尚果然难念本地的经，水流乱象，面饵完全无法复钩，手竿做钓受挫，开始折返。明天他将和同来的钓友一道，使用重铅坠底的传统方式寻觅猎腹鱼的踪迹，而奔袭近1000公里，在陡坡峭壁的金沙江上游数次遇险，这一切付出能换来最终的渔获吗？详尽内容敬请期待下期精彩。